昨天晚上盘山盘了将近6个小时，盘到这一段路的时候，发现前面有一个分岔路口，有一条路呢就是这个国道，还有一条路就是这个村道。我们那时候是一点都盘不动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然后就顺这个村道下来了，然后来到了前面的村庄，有2个村庄，这2个村庄加起来不超过25户人家。然后我们就在前面那个村庄休息了将近5个小时吧。现在是早上8点多，我们都没吃饭。昨天买的干粮现在垫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穷游兄弟。刚才我讲的那些呢，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呢，出现了非常喜剧的一幕，也是我们一路走来呀最深刻的一个早上了。昨天晚上凌晨1点多，将近2点，我俩就这个状态，然后进入了村庄。村庄里面呢有一个避难场所，地方还是挺大的，我们就在那个场所搭个帐篷休息了将近5个小时吧。然后呢，今天早上呢，村民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然后还搭的有帐篷，就吓到他们了。他们就给村长打了电话，也报了警。村长呢过来也没有说啥，就是看了一下我们的证件，了解了一下我们的行程。我们呢也给村长就是讲了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来龙去脉吧。就是说我们在山上没有信号，还下着雨，就是也没有力气了。最后呢，看到地图上面有个村子，我们就过来了。然后过了将近3分钟吧，然后警车就过来了，下来了3个警察叔叔。当时我都吓到了，我说这难道还报了警吗？当时呢，村长看我们的证件，了解我们的行程，我那时候还不慌。到时候警察叔叔过来，然后看我们的证件，了解我们的行程，那时候我手都是抖的呀，真的。我说我犯错了吗？怎么这村里面的人还报了警啊？哇，当时特别慌。然后我们就给警察叔叔也是说了一下来龙去脉嘛，然后警察叔叔就让我们收拾帐篷，然后就把我们护送到村口。昨天呢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在村里面扎营，我们就想在这山上，只要能找到一片空地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昨天，走了1晚上，基本就是这样，左边是悬崖，右边是山，所以说就没法扎营。最后来到这个地方呢，看到这边有个村子，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天气也恶劣，也没有信号，然后才进了村的。这个其实我也理解，村里面呢人很少，都是老年人。他们也不懂我们是干什么的，所以说呢就报了警，这个我们也理解。村里面的狗呢也是特别多，我们昨天过来之后，那狗叫了将近30-40分钟呢，我们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才打扰到他们了。警察叔叔呢给我们送到这个村口之后呢，给了我们这个名片，说在这个管辖区呢有事情就给他们打电话。也很欢迎我们来贵州，只是说了特殊情况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山里面呀，以前确实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所以说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，也是为了村民的安全，所以说才选择报了警。昨天晚上我们爬山呀，天很黑，也看不到这个坡有多陡，也看不到这个坡有多长。我们2个昨天晚上是怎么上来的？昨天晚上就来到这儿，是真的一点都爬不动了，哇，要崩溃了。然后我昨天就想在这里面扎营，看到这里面种的有菜，就没有扎营。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路口，在这儿坐了将近30分钟，我们俩就在考虑是休息一会儿继续走，还是来到这个村里面扎营休息。最后我们选择了进村休息嘛。我们俩呢一会儿就要继续盘山，还好今天下雨，这个没有太阳，会好爬一点。昨天就在这儿坐了30分钟啊！哎我去，这有10块钱，哇，真的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黑怎么看见的？还是卤的，还湿的。人家黑怎么看见？这黑的羊肉粉又着落了。10块现金的，哇，都湿了。新钞，
还有个新场，好久都没有。昨天晚上坐在这儿都没看到，太实了这。收了，到镇上给虎子买俩鸡腿吃。给我买碗羊肉粉。好，不说了，我们就要继续出发了。看到那边的山了没有？就那个不是特别明显，就那些。我们前天就是从那个山头下来的，现在跑到了这边，看着很近呀，真的是望山呀，能推废我俩，看得很近，爬了3天。昨天晚上我们俩要是再坚持1个小时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就不会有今天早上的这种事情了。这个地方扎营非常的好，没有一个人。那边有个山洞，哇，可惜啊，昨天是真的没有一点力气。我们俩就是从那个地方上来的，前面如果说我俩返回去的话，就是11.3公里的下坡，但是我们是爬上来的。如果是个下坡，太爽了，1个小时就下完了。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，还有3公里上坡就到镇上面了。这是最后一个坡，前面还有100米左右，我们就进入镇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镇上了。我们呢在镇上开了个旅社，就这样的一个房间，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还是挺干净的，一晚上是118。然后虎子也可以带进来。这边呢就是卫生间了。我弟进来这个房间不到10分钟，他就睡着了。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。这个呢是我弟弟的自行车，我的自行车呢还在外面。这个就是我的自行车，这边好吵啊。这个镇子呢还是非常大的。我现在呢去吃个饭，就不给我弟带了，让他睡醒的话自己过来吃吧。买了几根这个香肠，这边还有卖那个土豆的，炸土豆，这个辣椒好吃。这个不干净。我已经回来了，然后呢洗了个澡，我弟呢还没睡醒。这个呢是我们昨天买的鸡蛋，还有11个吧，然后我把它给煮了。虎子让开，睡我鞋上了你。把这鸡蛋煮了喂虎子吃。用这个烧水壶，然后把鸡蛋放进去，把鸡蛋呢都放进去了。我去，这边怎么没有盖子了？这是个坏的吗？现在已经开煮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可能要改变路线了。本来我们想一直往西南方向走，然后到广西、贵州、云南交界的那个南盘江，那边特别的漂亮，我们就想过去拍一下的。可能现在我们去不了了，要么就是在贵州一个地方就不要动，就在一个小范围活动，要么就直接进入云南，就是一直往西走，不往西南走，一直往西走，然后进入云南。贵州可能就不能多待了。我觉得好亏呀，来贵州这么久都没怎么拍视频呢。这个需要我晚上好好的看一下路线，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今晚呢就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继续赶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穷游兄弟。昨天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露营了。前面呢是一个乡，这个乡呢也不是很大。然后昨天下午来到这儿呢，就发现这边有一个空地，然后就在这边露营了。
昨天晚上睡觉啊，这里面一直有那种鸟叫，哇，那个声音啊，好瘆人呐！就在这松树里面。最近呢有点难搞啊，我们现在不管去哪里呀，都要被盘查。昨天刚来呢，然后在后面，打了2袋的水，准备就是做饭吃饭嘛。然后人家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不像是附近的人，然后就报警啦，就过来查了30分钟左右吧，特别有点难搞。我们一直走的都是乡村嘛，还有镇。现在的话，这些地方呢，我们走的这些地方呢，也没有什么情况，就是管控的比较严。所以说，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呢，就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决。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，已经第3次了。昨天晚上这是第3次。所以说我们就想到前面拿了快递，然后就走国道。走国道的话，就不会经过乡村里面了。这样会好一点。我们现在离云南有180多公里，可能6、7天就进入云南了。贵州呢，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来吧。现在特殊情况，确实有点难搞啊。刚才呢洗漱了一下，我弟呢在收拾东西，我带大家来这个后面看一下。今天的天气呢也不是特别好，昨天晚上下了一些小雨。我们昨天其实想在后面搭帐篷的，因为后面基本没什么人，就是有很多坟，信号也不是很好。还有一个就是后面呢风特别大，晚上哇，那帐篷受不了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海拔是1300多，看后面全部都是山，只是天气不是很好，看不出来。如果说这天气再清澈一点的话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这边的油菜呢都已经开始收割了。我们这个位置呢和杏仁交界，然后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是大山镇，那边呢有一个快递。我们把装备收拾一下，我们的补给呢昨天晚上都已经买好了，然后收拾完就直接出发了。昨天晚上那2个叔叔呢，刚才又过来了，问我们是不是要走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然后特别的感谢啊，我们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这边呢是我们生活垃圾，然后带走。今天大山镇出发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我们是河南的啊，下雨了，下的好大呀！哇，来这个大哥家避一下雨，突然就下大了。谢谢二哥。不是，我们是河南的，在贵州已经2个多月了。这个雨下的太大了，幸好我们进了村呀。要是我们在山上的话，淋惨了。小米，菜籽，小菜籽啊。油菜啊。哦。这个是打油的啊。对啊，打油的油菜籽。哦，油菜籽就这样。我还以为是小米呢。这个雨已经停了，下过雨之后啊，哇，没有那么重的雾霾了。这个坡好陡啊！这都凉爽。哇，又开始下雨了。那对面山名，那上有个路，就盘道路。
前面这座山好大呀，这比那个花江大峡谷还要大，我感觉。现在是下坡。现在已经快12点了，这是最后一个坡，也是最长的一个坡，大概有3公里吧。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。现在还下着小雨呢，但是这个小雨不碍事。看这边，哇，里面特别多的鸟啊，还有山鸡。这个坡实在是太陡了，60度得有吧。走。走这个乡道啊，它就确实就是车少一点，景色好看。就是这个路真的是陡的，你基本都推不上来。走国道的话，车多一点，也没什么景色可看的，但是路好走。上面呢还有2个弯就到山顶了。我们在第一个弯这里把车靠在这儿休息30分钟吧。真的太陡了，刚才过去一辆车，看那辆车不都跑到哪里去了？看到没有？然后还要再盘上去，哇，真的太陡了。今天天气呢也没太阳，下雨嘛，然后我们俩穿的速干衣，都已经比较热了，都湿透了。要是出太阳的话，今天够呛，攀不上去的。这边呢就看着比较舒服了，我们就在这多休息一会儿。哇，这边的山是真的高啊！还有回音呢。哇，看到没有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啊？这个，反正在我这边看的话，哇，太壮观了！比心引力的热情，找一颗心只为了你秘密。我用光年传递爱情，为爱飞行，脱离地心引力的热情，我在宇宙中你的环境，为你降临。巨大的天地，华丽无云天干净，爱你的事情，帅的坚定有回应，岸边的丘陵。上面还剩下最后一个弯，休息会儿，太累了。上去之后我们俩得休息1个小时，好累呀！不过也值了，真的。来到上面之后，心情变得好多了。就是天气有点糟糕，天空不作美，天空不作美，好像阿萨菲。哇，全部都是悬崖呀！浅西南真的太漂亮了，哎呀，没关系啊，以后有机会还会再过来的。只能说我俩这次有点运气不好吧。如此美景，你不吟诗一首吗？天空不作美。抱着虎子睡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要是过了2天要走国道的话，就没有这么好的景色了。
也没有这么安静的道路了。哎，国道上面都是车，没办法呀，等到了云南吧。到了云南，我俩就又进村了。这边有很多房子，我刚才用飞机飞了一下，好像里面都没人。我俩进去看一下，真没人的话，我俩可以在这露营了。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，不像是没人啊，这么好的房子。哇，这个坡！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遇到人了问一下，能不能在这搭帐篷？不想走了。后面有个悬崖，特别的漂亮，还有瀑布呢。上面写的啥？安置房。你好，有人吗？应该是没有人吧。这要是没人的话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露营地。我弟去上面了。有人吗？哇，这开着窗呢。哦，这里面没有人，都没人呀。有的好像有在人家常年拉着的。这是安置房，但是好像都有人住过的痕迹啊。为什么都搬走了？里面灌飘喷还在。对，这上面应该更没有住人了。你看这草长的，都长那么高了。我觉得我俩可以把自行车推到这个地方，哇，露营简直完美。只要不下雨，下雨也没事。你好，有人吗？这有个摩托车，这给我搞懵了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了。你说他有人吧，这房子都空着呢；你说他没人吧，还有一辆车，这下面还有这么多轮胎的印。休息会儿，在这休息会儿，一会儿要是看到人了再说。太累了。我们呢已经把车子推上来了，准备就在这个地方搭帐篷了。没人，是真没人，而且房子里面都有人住过的痕迹，还有一些家具，就是没人。等了好长时间都没人，现在呢突然出太阳了啊！蓝天白云的还下雨，我也是醉了。这雨下了差不多10分钟吧，又停了。我都很纳闷，就这样的天气还下着雨，真的是醉了。我都不敢相信了。我们赶紧把这个气垫拿出来，然后把帐篷搭在这里。我们的气垫不是漏气了吗？刚才我们找到了，就是这个位置。这一个小孔漏了那么多气。虽然这个孔小，但是漏气很快的。我们有这个胶水，然后把它粘着。我们昨天晚上，一晚上打了6次气啊，根本就没法睡，睡着睡着没气了，又要起来打气。我弟他也不会搞，瞎搞。你不擦干净吗？你会搞，你会搞，你不说，让我在这搞，又快干了。按着按着，别动。你都没搞干净，我去，这么脏吗？这么脏你都往上贴啊！现在这个太阳就非常的稳定啊，而且还很热。把被子拿出来晒一下。我们准备把帐篷搭到那个地方。不想搭在这儿了，因为那个地方不管明天下雨还是有太阳的话，都能晒到帐篷，帐篷就不会那么潮了。
现在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。我们搭好帐篷之后呢，就躺在这床上休息了。哇，一闭眼啊，1个半小时就过去了。啊，好累啊！今天我弟呢在做饭呢。今天吃的啥呀？螺蛳粉。螺蛳粉啊，没有吃面呀。我们买了一些面，还有一些螺蛳粉。我弟把那个螺蛳粉给煮了。我们的自行车呢，就靠着这个墙都放到这儿吧。下雨的话应该也没事儿，它这个房檐特别的宽。帐篷呢就搭到这边了。这个村是真的没有人呐，我们一下午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们住这个地方呢是最高的一个地方，一般不来到这上面是看不到我俩的。今天算是找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吧。这些就是昨天晚上在那个乡上面买的补给，还有一些面。我们现在离镇上还有9公里吧。明天的话吃个面，然后明天中午就能赶到镇上面了。这边还有鸡蛋，一会儿煮点鸡蛋给虎子，还有一些罐头。我就知道这一路买不到东西了。中午都没吃一顿热乎饭呀，吃了一些干粮。哇，我们今天住这个地方，这虎子好像好害怕呀。虎子，好像很害怕似的，一直就是这么缩着。干啥啊你？这是虎子啊。这晚上还是有些冷的，这边太高了。这个山头应该是附近最高的山头了。那个小虫子特别的多。他们这儿蚂蚁特别大，今天虎子在趴地上睡觉，被那个蚂蚁咬了一下。哇，很大的那蚂蚁，1厘米长，从来没见过那么大蚂蚁。今天这个地方非常的安静，安静的让人害怕。这边呢是给虎子准备的火腿，这边还有一个鱼罐头，今天中午吃了1盒了。等到前面那个镇得备点青菜之类的。这是我们出来住的第2个无人村呐。第一个是在江西，第一个是在江西呀。那个村比这个大，这个好像是个临时村，但在江西的时候那个村很大。对，这个他们都是很好的房子，没人住了。这个有10几户了吧？这个村，这个房子应该有将近20个房子吧。我们也不敢离村太近，要不然又害怕被安排，所以说尽量离人远一点，没有人的地方。我们明天拿到快递，然后就要走国道了，就不走这个乡村小道了。螺蛳粉不是特别臭啊？螺蛳粉不好，不好吃，味道不是很浓，也不知道是我弟水放多了还是怎么搞的。今天晚上呢就要在这好好休息1个晚上了，明天呢还是盘山。不敢相信吧？我们现在是在山上的山上，山上的山上还有山，就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山中山。我们到那个大山镇之后，再往前走，可能就有下山了。